Hello，大家好，我是阔。这2天也是陆续的把后轴所需要的小零部件都全部给完成了。然后在制作这些小零部件里面，最困难的应该就是这个后轴的盖子。这个盖子也花了将近我的七个小时的时间来制作。最主要的难点就在于它的这些角度啊，还有这些特征。然后再到最后的挖孔。那它其实制作的过程跟后轴是蛮像的，最开始也是从中间这个八边形开始然后开始往外长，然后把它切掉，然后长这个是负责插那个传动轴接传动到齿轮这个地方对，然后就是一步一步的。我也是，就是看着那些我能得到的资料，还有照片各种角度不断的看，然后一步一步的把这些特征呢，就慢慢的长出来。一开始可能就是先，比方说像这个，我就会先长一个出来，然后再长其他的出来，然后大概去判断一下它们之间的距离啊，就透过那些图片啊。一开始当然就是很多时候基本上都是用猜的。直到做好之后呢，再去跟其他的零件，比方说这2个面做好之后，我就会拿去跟之前完成的那个后轴的本体去做一些比对然后大概再去看一下角度啊或者尺寸之类的。那像这些孔其实就是很简单，这些孔就是根据轴承的大小来做的孔位这样子。看这边有一大堆圆角。就是一步一步的，像这个也就是这样，这个也是有了后轴的那个主体之后，上次有做一个，这是连接它的支架到车身的这个位置嘛，也是跟主体的那个原先做的那个特征去做一些比对，然后做出来这样。然后后面也是就是挖这个齿轮槽，对。就是怎么说呢？没有什么很快速的方法，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然后根据我有的资料，我有的照片，我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慢慢的抠，把它抠出来了。OK， 这就是我们这个后轴的盖子的部分。那再来就是这就是后轴的勾股因为它后轴是没有转向的，所以它就是一根棒子而已。对，这个相对的简单很多。然后这个齿轮是我是用用 SolidWorks 的 Toolbox 做出来的。那这些大小就是根据它轴承的大小去定的。比方说它像这个齿轮的这个轴的直径，就是根据在说明书上看到那个轴承的大小来定的。那这个齿轮也是。那这个齿轮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在这边有挖这个孔，就是到时候会跟它的轴心，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可以跟它的轴心呢，就跟这根轴心去合的地方，就是齿轮到时候会从这边嵌进去，然后3根螺丝从后面锁上来，锁在这个轴上面，可以看到这个。这个我也是先把齿轮做出来，然后再把另外一个零件做出来，然后把2个零件都放到组合件里面去适配，然后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慢慢的把这些形状给抠出来。就基本上，因为就是说过好几次，我手上没有实物，那也没有工程图，唯一能做的呢，就是一步一步慢慢的去对、去猜测，然后有一个零件出来之后，另外一个零件出来，然后把它放到组合件里面去2个去匹配，然后匹配之后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或是一些冲突之类，就要想办法去解决它们OK， 那有了这些全部的这些后轴的零件，我们就可以下一步进到组合件里面去把它完整的组合起来OK， 我们现在就去组合件试试看。好，
好，现在来到我们的组合键。那首先呢，我们要把这个后轴的主体先放进来。在放置第一个零件的时候，通常我们都是按左上角这个打勾，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吧？没问题。OK， 这就是我们后轴的组合键哦，可能位置有点相反。OK， 我来改一下它的位置啊，先把这个改成第一视角。好，这样感觉比较习惯。那现在我们就可以陆续的把其他东西都放进来，然后进行组合。我看哦，首先我们把这个轴承、齿轮、勾股、盖子、中轴、轮子六角，还有后置轴的外套，好，我们都把它放进来。这个是放在这里的轴承 ，OK， 好，第二个轴承就先大概的把它的位置放一放。等一下我们还可以再进行更细部的微调，这个就放这。这一根它的勾股有分两个，一个长的，一个短的。这个看起来就是长的，这个是短的。好，那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把所有的零件都给它放进来了。其实我说过，因为这个是在我们是在这个虚拟的组装，所以顺序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看自己喜欢怎么装就怎么装。可是，在现实世界中呢，肯定就是要根据顺序来的。那像现在的话，首先我可能会先把这两个给它结合起来。好，首先它的轴心对这个轴心的，然后这个小的轴对这个小的轴确定，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面给它贴上这个面。好，那这样这两个零件就装在一起了。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跟这个对在一起。这个面跟这个面，这边很明显错了，就把它删掉，然后我们可以再做一次。我好像删错了，好，没事，看一下，对，删错了。这边还是重合的，没问题。那就是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这个显卡都会破图，可能是因为我的这个显卡本来就没有小金球的功能哦，我是把它破解了才有小金球的功能，所以就会变成开小金球的时候就会破图，看这样就不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轴承给它复制一个出来，然后再次结合。或者是这个轴承造成，因为有时候这个轴承我不是在 SolidWorks 里面用 Toolbox 叫出来的，有时候我是去外部的网站去下的。好，那再来就是这个轴的地方呢，对这个轴的地方。那再来，我们就可以
组合我们的狗骨的部分。那在那之前，我先把这装上去，把这个轴承也给它装上去。这个组装的过程对我来说是非常的解压哦，就很，因为感觉就像真的在玩模型一样。好，他不知道跑去哪了。这个时候我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找他。好，他还在这里，可以把他拉过来。贴上。那再来呢，我们把这个跟它这里有一个面，给它对上，好，给它旋转一下。不对，这个比较麻烦，这个要先转一下，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这个面对上这里。这样就可以。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轴对上，给它同心。然后我们再把这里对上这里。OK， 这样这个轴我们就完成了一边哦。试试看。可以，你看它会转动，没有问题。那一样，我们把另外一边也把它装上，一样去这里，对，这个好，然后这个轴心对这个轴，再把外面贴上，这个面对上去。就是这个外面的这个衬套，这个衬套一样也是要有2个，可以先把它复制一个。这个就简单很多。我会用这一边去贴它的这一面。然后呢，再把这个卷轴对着这个轴，它这样进不来，看是什么问题呢？或者下一个方法，可以把这个对这个，没按到结合，这一个点。这一个点对上去，好，这样也行。看一下是不是怪怪的，看一下，没事。好，那这边也一样，就是把那最后呢，就是把这个对上它，然后把这个圆孔对在这个圆孔上。这个感觉怎么长度差这么多？是不是有地方？我发现了，我看到了，这个地方可能是对了。像这个时候就是要去找看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先把这个删了，等一下再把它加回来就好了。我感觉好像是我用错狗骨了吗？抱歉，这个地方，这个应该是要在里面才对，不是在外面。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重合点都要重做。
这个是我搞错了，这是我搞错了。它应该是要贴在这个轴承里面才对，不是贴在这个轴承外面。那这样的话呢，是不是轴承也要把它拿下来？看一下这个轴承的重合点，把这个轴承重合点拿掉。它应该是要这样子才对，它是贴在里面的。这边重新结合一次。这个面配上这个面 ，OK， 然后这个面再给它贴这边，再看一下，这样好像比较正确了一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边啊，先把之前的结合点把它找出来。这个不要，我就把它拖出来。这个不要，这个不要。好的，这边重新给它结合一次。这个地方也有点到，对上这，然后这里，再对上这。然后这个地方对这个地方 ，OK， 看一看这样是不是正确？好，这个词啊，在组合的过程中，就是一直不断的尝试哦。像最开始我是连组合都还不会用，那就是有时候组合的时间可能就花了我更多时间，常常就是一个比方说这个后轴做完之后，然后自己先练习怎么去组合它，一组可能就一个下午就没有了。那我们现在这边要再多加2个轴承进来啊，插入一件。2个轴承件，1颗、2颗，好，来结合，先把这个结合起来。真是奇妙的角度啊！好嘞，行，然后这个对在这儿，出来一点，这个面 A。贴上，好，快完成了。然后再来就是，我看一下这要怎么弄比较好。用左右好了，这里可以用左右，用宽度的方式。比方说这个面跟这个面要去匹配这里跟这里。这个面跟这个面要贴合标准，再一次啊，删除这个面跟这个面贴合，对，那你看这样就可以在这个宽度中间，然后这个间隙之间这样游走，让我们再把上下也给它贴合，或是其实只要下部对齐就可以了。那这样它们就再贴在一起了。那这时候你看我转动这个轮轴，
另外一边是会跟着转，你可以看到中间的齿轮在动，但是这个中间这个轴还不会动，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进行这个齿轮的结合。我们先把这个也把它装上去，先把这个装好。好，然后就是这个洞，对，这个洞，就到时候会有一个有一个 pin 可以插进去。好，那现在我们来做这个齿轮的这个部分。那有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盖子隐藏起来，好，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齿轮在这里。先把它调到一个大致的位置之后，好，可以先把它调到一个大概是这个位置，然后我们进行结合。这个时候用到机械齿轮，然后我们可以点，通常是要点它的那个，我都是这么点的齿轮，好这样子，然后再点另外一个的，因为它其实是算它的齿数。那这边这个齿数是，我看一下，1、2、3、4、5、6、7、8、9、10、11、12、13、14、15，这边来个15，然后这边我记得是48，看一下啊，是48，我看一下，1、2、3、4、5、6、7、8、9、10、11、12、13、14、36的，36，好，确定 ，OK， 那这样它就会跟着动。好，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刚才隐藏的盖子呢，就把它打开来。好，那这样就完成了我们整个后轴的制作跟组合哦。那这个齿轮的运转也是非常的顺畅啊，现在看起来非常顺畅，到时候打印出来就不知道顺不顺畅，但我相信打印出来之后还是要改。其实我大概心里有个方案，如果真的齿轮的方法没有办法用打印来达成的话，我可能就会去找现成的来达成这样子啊。我们把小金球打开，小金球打开看起来就是更帅气一点哦。OK， 那将近这1个礼拜，我们把车架还有后轴这个大部分，还有车架中的支撑件都完成了。那再来，我们就是要继续把前轴完成。前轴完成之后呢，就剩下避震跟2根轴跟车身中间的连杆了。那其他好像就还有一个最大的部分就是还有一个齿轮箱，前后负责把马达动力传到前后轴的齿轮箱。那再陆续把这些东西做完，那基本上这台车的大部分零件都已经完成了。OK，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了，谢谢大家观赏。如果有什么问题或是有疑问，或是你有觉得有什么方法可以在我的制作上让我可以更顺利或是更有效率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OK， 那今天就到这儿了，拜拜。